晚上，今天是2025年9月17号晚上9点，这时间点，我们的主讲雅婷已经来到了线上，那我们直接来邀请雅婷为大家开讲。雅婷，麻烦你。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好，刚刚知颖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带领巾？我是要来秀带给大家。我们这次的领巾就是木头的领巾，长这样子。对，就是中间有一只手是一个 O，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木头上面是两只手合在一起，两个圈圈，两个 O 就是两只手。然后这是台湾代表团这次设计的领巾。长这样子，就是我们有台湾代表团，你看到吗？等一下，等一下，你先稍等我一下。好，雅婷，你的投影片先不播放一下好了，因为你这人现在看起来偏小了，所以你分享的画面就会看不清楚。好，这样好，先这样，对，重来。那我看，就是这是这次代表团的，前面一点点看。好，这样好。对，这前面一点点。应该是说它有背景，所以它会被忽略掉。那你背景暂时关掉一下下，不然它会镂空这样子。好，谢谢。等我看一下我要怎么调整我的背景。这个画面雅婷在这里有看到吗？很小的，在移门前。好。哦，对，这个是因为我们移门前的雅婷哈。趁机看到影片的，看到那个摄影机的时候，就要赶快比耶这样子。哦，对，比耶。有领巾有看到了。好，这是台湾的代表团的领巾，长这样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台，那这是我们的 participant 的布章，就是学员的布章，是这个颜色的。那我们 IST 的布章是这个颜色。那上面是窗花跟海浪，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上面有一个台湾的台，然后还有，它有一个数字一，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数字是2029的。我那时候有人跟我介绍有一个数字藏在里面，但是我只有看出那个台湾的台啦，就是简体的台。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海浪，有看得出来，那个像一个台字。对，然后那个上面是窗花。那我们这次还有这个数字在这里啊，数字在这里 ，sorry， 这里是这个是我们在台湾我忘记是哪一个，这个是我们这个在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拿到这个，我们是拿到这个布章，所有的 participant 跟 IST 都有拿到这一边的布章。那我们去跟其他国家的伙伴交换的时候，他会拿着这个布章，然后拿到 CMT 的帐篷里面去换这个布章，这样子它就有一个完整的布章，就是一个阴阳的概念这样子。那这里还是有一个台湾的台，那这里上面有数字，看得出来吗？2020有点偏，那个照没有全部看到。这样是有对，然后这里2025，对，好像另外一边是2029，这样看得出来吗？对，有一个2029。这样，然后反正它就是合起来就会变成一整片这样子。那我们自己是我们如果去阳明山受训的时候，我们会有拿到这一片，就是完整的一片布章这样子。好，那布章介绍完，那我先分享我的简报。好。好，这里是我的简报。那这是我们这次 Moot 的 logo， 就是他们的网页上，我在他们的网页上抓下来的。那他们这只手会 evolve， 就是在穿梭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这样子。那他这次的 slogan 叫 engage， 就是希望所有的罗浮们可以挑战自己，然后 engage 在整个世界的活动里面，然后 to make a better place， the world make a
make the world be a better place 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的歌。如果你看得到英文字幕的话，来，他说你从飞机来、坐船来或开车来，然后我在路里面，然后不同的点、不同的地方，从山上到海边这样子，那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然后不用担心，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子。然后这里是我们 together as friends forever and we gonna change the world。它有手势的，所以我们大家到最后都要跳这个舞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就是在开幕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在不同的典礼上会一直听到这首歌，然后我们会开始跳这个 We Are Moon Together 这样。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因为他就是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这样。然后不管你是从山上来的、从海边来的，那我们大家是一个同居的大家庭这样。对，这是我们会一直听到的歌曲，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我的 IST 的工作，然后还有我跟各国童军团长们的交流，还有木的日常照片分享，然后还有2029在台湾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样子。好，那我是雅婷，那我是嘉义市111星光野鹿童军团的，那我现在目前是童军的团长。那我这次在大会的组别是，我是 IST 嘛，因为我不能当 participant 的，虽然我很想当 participant， 但人生只有一次当 participant 的机会这样。然后我的工作是在 Life and Spirituality， 在 River， 然后是它的名字叫做 Paddle Your Own Canoe: The Path and the Success。它主要就是在主营地旁边，就是我们有分不同的组。其实这边我们有划独木舟，然后但是 Nature and Adventure 那边也有划独木舟，可是我们的两边的独木舟是不一样的形式。Nature and Adventure 就是大自然跟挑战，那边是专门就是划独木舟而已，它是教你怎么划独木舟。但是我们这边是你划独木舟，但是你还要做一些功课这样。那我觉得我在选工作的时候，当初我的任务，因为我是很晚才报名，然后就是他那时候总会有释出3个 IST， 然后我才报最后那3个。因为我那时候去那个罗浮木章的时候，我还跟我的伙伴讨论说到底要不要报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去报了，但是后来因为我很晚报，所以我的工作不是我选的，因为大家都已经选完工作了。那我就想说，好，不管分到什么工作，就是去帮忙嘛，因为 IST 就是要帮忙完成这个大会的活动这样子。那 Life and Spirituality 你听到的就是生活跟灵性有关的东西。然后我本来想说我要去打太极的，但是后来呢，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内容，因为我可以去划独木舟，然后我也可以跟一些罗浮们一起讨论他们要讨论的，大家想讨论的议题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像去厨房啊或去建设这些不需要技能的，就是你只要人在那里然后去帮忙的话，那你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当然那些也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有相关的证照的话，那你可能可以选到你喜欢的工作，然后顺便也可以玩这样子。好，
那是因为我当初有我有跟他们说我有精品的证照这样子，所以我的伙伴，我的小组们，他有鼓励我们大家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说你有什么专业的经验或特别的经验，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工作，因为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每个 IST 都有自己的专长，然后因为大家每个不同国家的团长应该都是身兼很多不同的技能，那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技能发挥出来，让大会可以运用你的技能的话，那他们对整个大会的活动其实是好的，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太担心你说还要再train你，还要再训练你，还要再跟你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好，那对，那这是我的伙伴叫 David， 他是瑞士的伙伴。那我们这一次我们 LS7， 我们这次 Rolling Your Canoe 就是我们带领罗浮他去阅读还有分析这4篇就是 Paddle Rover into Success， 就是贝登堡有写一本书 Rover into Success Paddle Your Own Canoe， 这本书里面我们截取了4个章节出来，分别是 Why Temptation to Good Fellowship at the First Step， 就是有关酒精、尼古丁之类的东西，但那时候应该没有毒品。然后我们那时候跟罗浮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即使可以加入毒品啊、电玩啊、线上游戏啊，这些都是 temptation， 就是一些你可能会成瘾的东西，然后你要怎么去控制自己，或怎么让自己成长，然后不受到这些酒精成瘾啊，或尼古丁成瘾这些的吸引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 wholesome responsibility， 就是在这个章节里面，它是讨论就是你的责任，罗浮的责任或童军的责任。那 religious love 就是宗教跟爱之间，他有写一篇文章，一篇章节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Cocoon and 那个人类的布谷鸟，通常就是讲那些自以为是，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我已经知道我该做什么了，然后但是你不会反思的一些内容。那时候贝登堡在1922年写的，我们那时候在带活动的时候，我们也有跟罗浮们说，就是这是贝登堡在1922年写的，然后我们会问他们3个问题。就是第一个，这些文件是贝登堡在1922年撰写的，那你是不是觉得还合适？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就是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再拿出来，那你觉得还合不合适？合不合现在的时代这样子？那这本书整体的内容容易了解吗？如果不容易了解的话，那你有什么想要建议的？就是我们可以改哪些事？就是贝登堡那时候写的啊，我们现在可以再增加一些什么，或者是你觉得哪些不合时宜的，那你想要改变些什么？那如果你可以跟贝登堡先生对话的话，你想要跟他说什么？好，这是我们划完独木舟之后，我们会再分，因为我们刚刚有4篇章节嘛，那我们还会就是分4个大组，然后让大家一起去讨论这3个问题这样子。那我跟 David 就会下去看他们讨论的如何。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这些都是你个人的想法。你看完他写的 paper 之后，然后你想要表达些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好，那这些是我们的教案内容。就是我们在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葡萄牙 Moot 他做的很好，就是他有这些 activity form， 这样子我们拿到之后，而且我们的还有护背哦，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定会碰到水，那他还有帮我们护背，就是我跟 David， 我们还有他们要读的那4篇 paper， 他都有护背，然后让我们带上船去，然后分给其他罗浮伙伴们。那这些是这3章是给我跟 David 看的，就是我们可以立马看完这个教案内容，就说哦，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带这个活动这样子。好，那这4篇 paper， 就是有一篇比较长，就是 Cocoon 它是比较长的，是2面的，那其他的都是1面而已，就是它也没有很长，就是你在船上
可以边划船，然后边看一下内容，然后跟你的伙伴讨论。因为一艘独木舟上面是有2个人的，我们要确定，我有确定说，就是每艘独木舟上面都是2个人这样子，那他们可以互相讨论这样。那我们对，这是另外2篇，就是 responsibility 跟 love。好，那我们会操作的程序就是他们很注重水安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把他们把所有的罗浮们集结在一起，然后先跟他们说安全的问题，然后安全问题讲完之后，我们才会让他们穿救生衣，然后让他们上船。然后所以我们会先讲说你一定要穿救生衣，而且救生衣里面你一定要穿 T 恤，因为他们有跟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在 IST training 的时候，他有跟我们提醒说，你一定要确保所有的罗浮们，不管他虽然说他是在 river， 他们的 river 其实反而是在 river 你可以玩水，在 beach 那他们那边的海滩是不能玩水的，只能在沙滩上，所以反而在 river 的时候，他们很想下去玩水，他们就会想要穿比基尼这样子。然后我们是跟他说，你不能穿比基尼，然后再穿救生衣，你一定里面还是要穿一件 T 恤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下船的伙伴都一定要穿救生衣，那也不能就是在划船的时候自己跳下船，因为我们也会跟他说，如果你跳下船，然后让安全警，就是让那些在他们有教那个叫什么，另外的那个活动船，就是他们会在那里巡逻。那如果你让那些巡逻的伙伴、同军伙伴把你拉上来，那我就不能让你再继续玩了，你就不能再继续划独木舟了。所以他们不能自己跳下水。然后如果不小心跳下水，我们可以理解，那你就是要把桨直立举起来，然后不用慌，也不用大吼大叫，你只要举起来，我们就会有人去救你，然后尽量就是把你捞回去你的船上这样子。那所有的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是大家都在一起的。那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会先就是请2个伙伴同一组，那我会将4个章节，我会随机发1张给他们，然后划1张给随便1节4个章节的1节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拿着，然后先跟 David 先划出去，然后在那边等所有的人集合。那我们所有的人集合之后 ，David 看到我做最后，我是压后的，那我在最后面压后上来之后，他就知道那我们可以划了。那我们就划了一段距离之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让那些罗浮们各自阅读那些章节，然后2个人讨论完了之后，他们就是会去反思这个主题，然后是不是还适合，就是那3个问题这样子。那讨论完之后，我们还会再划一段，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划船这样子。然后划完之后，讨论完之后，我们大家再回到岸上。那回到岸上，我们还会有大概5到10分钟，让他们做4个主题的团体讨论。因为不同的国家，他对这个议题一定有不同的意见。那所以希望罗浮们就是大家发表他们看完这些章节之后，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好，然后不同的国家的罗浮呢，对 Rover into Success 这本书，有些国家它是必备的，就是身障罗浮最终级，就是服务罗浮 Service Rover 之前，他们必须要完成阅读完这本书。可是所以有些罗浮他是知道有这本书，然后他也看过这本书的，但是虽然说用不同的语言，但是他大概知道说这本书是在说什么。那有读过这本书的罗浮们，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多参与一点点。那没有读过的，也在这次的划船的过程当中也看过，也多少有一些收获，因为他也读了这个章节，然后也多少有一些收获这样子。那也有分享他们各自的想法，就是比如说有人就会想说，那我为什么问那个他想要问贝登堡为什么 responsibility 是 horses， 为什么是马是 responsibility。那也有人说，那为什么没有加入我们现在的很多科技的问题啊，像 AI， 大家也太 rely on AI， 或者是喜欢玩手机啊，
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不是 temptation？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成瘾的东西？那对童军来说，那童军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这样子，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自觉说，你那些电玩的东西，或者是太占你的时间了？就是罗浮们他们自己会去反思。好，那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独木舟很巧，我们真的很巧，因为我们理论上我们只有20艘船，所以我们最满应该只有40个人，但是我们每次在我们开营运的三天，就很多人，就是我们大概是全 River 最多人的，然后但是大会它本来是就是也是用大会的 APP 去就是让所有的罗浮去 sign up 他想要做什么活动，可是他们有些人就可以 sign up， 有些人就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也不能 check in， 而且 IST 也没有看到的界面也是跟他们的界面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吧，那就大家如果要来参加那就来参加，但是最后我们最多梯次最多的就是80个人一个梯次，可是真的很多人，而且有人把我的船抢走了，然后我就不能上船，但是因为我是压后的人，我不能不上船，所以我必须要请那个最后上船的人不能上去，那他就会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因为他也是有来，可是有人抢了我的船，他就说又不是我抢你的船，我说我知道不是你抢我的船，但是我必须要跟上所有的伙伴们，这样我才能照顾所有的伙伴。对，所以他就很伤心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我另外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几个香港或澳门，就是他们会讲中文，可是他们抢不到船，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中文骂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台湾人，然后他就说反正没关系啊，你们台湾还是会被中国统治的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必须要当作没有听到或听不懂，因为我必须要赶快跟上我的伙伴，因为 David 他们已经在水上等我了，但他们因为这几个会讲中文的伙伴，香港或澳门的伙伴，因为他们没有船，可是后来对，真的他们很无聊，就很喜欢讲那些垃圾话，但是那些葡萄牙，因为我们的那个独木舟是租来的，那些那个租船公司，他们就因为他们在那边 murmur，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那个 van 上面的几条小船也拿下来，所以变成他们骂了我之后，他们还是有船上去，所以我就觉得好，算了，如果这是你们的对你们的素养的话，那就只好这样子了。对，好，那后来我跟 David 我们两个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第一天就人很多了，我们大概是所有 River 最多人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跟我们的 boss 讨论，说我们是不是把10艘船，因为我们那边本来是20艘船，但是船公司它还有另外有备几艘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请船公司的人，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太多人，我们20艘船就把它装满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带这20艘船的人出去，那其他10艘船他们如果想要体验，就是像 Life and 对吧？像 Nature and Adventure 这样子，就是让他们划船就好了，就没有参与讨论这样子。但那个 River 的负责人也说这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不要先说，因为他说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就是大会的困扰，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隔天试试看。可是我们隔天的时候，还是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所有手上有的那个章节，我们还是发下去，还是带着他们一起出去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的活动照片，就是对大家都在水上，然后他们会划船，然后一边划船一边 reading 这样子，或者是在旁边看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小组讨论。那我们整体就是
这么多人。对，那中间这个是 David 这样。好，那这是他们在橡皮艇上面，因为我们所有的葡萄牙的童军，我们的 boss 他们都没有在独木舟上面，在独木舟上面的就只有我跟 David， 那其他人就是我们的 boss 他们都在橡皮艇上面，因为他们要画一个界限，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滑出去他们的界限外面，所以他们对这个水域安全还蛮严格的，所以所有的人他们就是在用橡皮艇在那边穿梭，因为我们水上还是有其他的活动，对，所以他们就会在那里戒备这样子。那带活动就是我跟 David， 他们就很放心的把所有的活动给我们这样子。好，这是我们每天早上这样子，所以我们还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让他们下水。对，你看他就每天早上来了2台，那有一些是那个 Nature and Adventure 的独木舟，那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船。那因为这一天我们很雾，然后我们的 boss 有在跟我们讨论说要不要放他们下水。那我跟 David 讨论的就是我们先让他们读 paper， 就是做完功课，然后让他们讨论完之后等我们讨论到某一个就是天气有比较晴的时候，这样他们就可以下水玩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划他们的独木舟，就可以不用再讨论这样子，这样我们的时间会节省一点点这样。好，这是我们的 team， 这个是所有的 River 的 team 这样子。那这个穿黑色衣服的他是 River 的 boss， 那这个 Pedro 他是我们 Life and Spirituality 在 River 的负责人。那这是 David， 那 Miguel 是他跟他一起合作的伙伴啊，所以他们2个都会在那个橡皮艇上面。那我跟 David 就是负责在那个独木舟上面。那 Erica 她也是 Life and Spirituality 的，那她是做那个 Sub Yoga， 就是那个叫什么浮板瑜伽，中文对。然后这张照片在最右边的这张照片是等一下我会再解释，对，好，这是我们在活动的照片哦。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就带了那个 Rover into Success， 然后 Pedro 呢他就拿了他的那个 Pedal into Success， 就是葡萄牙版的给我看，然后他还很细心的翻译给我听，就是他们的 chapter 上面有什么。然后我觉得啦，他本来是要送给我的，但是因为我实在是也看不懂葡萄牙文，我就想说那我带一本葡萄牙文，把他的书带回来，这样我也会很 guilty。然后所以我就在最后一天，我们在那个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有在门口有遇到他，刚好我都是放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说我要把它就是还给他，因为我不想要占据他的书。然后刚好这个伙伴他是 Awesome 的，在葡萄牙在 Awesome 的伙伴，然后他又写一个 chapter， 就是这本书里面有一个 chapter 是他写的，用葡萄牙文写的。那 Pedro 他我们就一起拍照，然后他就拿给他签名这样。对，就所以我们有我怎么回去我们有这张照片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刚好 Pedro 跟这个女生的伙伴他们好像要去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刚好遇到我站在门口，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样。好，那他也签了名这样。好，那第2个工作，其实我第1个工作就是独木舟嘛。那我做完之后，我们到8月2号8月2号还是我们的倒数第2天。那一天我们只有工作早上有工作，因为那边的河边的天气是它早上是很平静的，那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它会开始有起风，所以通常他们不会下午去划独木舟。
所以我们都是早上工作，然后下午就休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请我们说，我们8月2号那一天可不可以到波多去帮忙搭活动的帐篷？因为到8月3号闭幕式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伙伴要从主营地然后移到波多去，然后所以他就请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搭这个活动帐篷？好，那我们就我跟 David， 我们还有 Erica， 我们就自愿去帮忙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很妙，就是我们8个伙伴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有台湾、有瑞士、有英国、有比利时、有 Angola， 还有那个葡萄牙的伙伴。那他们的活动帐篷是一个一个接起来，然后靠外帐撑起来的这样。那我们因为那天下午真的很热，然后我们搭完之后，最后那个葡萄牙伙伴有请我们去路边喝饮料，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自己付钱就好了。可是他就说没有，你们来帮我，所以他就请我们去喝饮料、喝啤酒。那是我第一次在活动期间喝酒，因为其实有规定说你不能在活动期间喝酒。当然我知道有很多 participant 他们是偷偷的有喝啦，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搭的帐篷，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帐篷，然后它是要给他们看这个 view， 它的 view 是这样，就是面对河边这样子。那他们希望说我们隔天移来那个闭幕式的时候，波多闭幕式的时候，那个罗浮们可以参观这个城市，然后去欣赏这个河边的景色，然后顺便搭一个帐篷，让他们可以休息，不要一直晒到太阳。那我们其实8个伙伴，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就很同军，因为大家都是同军伙伴。那我们因为这个葡萄牙伙伴呢，他就有开车嘛，因为他要在帐篷，所以他就说，那你们4个人可以坐，4个人还是5个人可以坐我的车，那其他几个人要用走的，因为我们是走到那个搭帐篷的地方，然后他是载我们去搭帐篷的地方，然后再载我们回来。那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其他人就是用走的回来。可是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的，就是我们会开玩笑说，哦，恭喜你们从 PAS 回来了，因为 PAS 是就是我们开始工作之前，那个罗浮们他们就分到不同的路线去，他们要先去路线，然后让 IST training 完之后，他们再回到主营地让我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哦，恭喜他们从 PAS 回来了，看他们 PAS 有没有很辛苦这样子，就是一些小玩笑，我就觉得就是同军伙伴就是有这种默契这样。那这个伙伴因为他们这个葡萄牙伙伴，他的家就其实在波多，然后他把我们带回来去坐巴士的地方之后，他就用走的又走回来了。然后他又跟我们相遇，因为他想要送我们回去那个主营地，因为我们搭完帐篷了，帮他搭完帐篷，他想要送我们回去主营地。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很有趣，他说你们是不是一群同军？然后我们就一脸疑惑的看到我们刚刚不是才见面吗？然后他说哦，刚刚好我也是同军这样子，我可以加入你们吗？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还蛮有幽默感，还蛮有趣的这样，就只有童军才能理解童军的幽默这样。好，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还蛮有趣的，大家都很爱演。对，真的。好，那我第3个工作呢，就是8月3号，就是我们就到了波多嘛。那到波多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些人，因为我们那一天在波多到下午的时候才是闭幕式。那 Life and Spirituality 本来在波多还有3个活动，第一个是就是沉默跟祈祷，就是暂停反思，它还是有那个 activity 这样子。然后第2个是谈论生命的奇迹，因为那个波多是港口。然后第3个是讲他们的信仰之路，那他需要有3个伙伴去支援这上面的活动，那其他伙伴就去支援那个大会，引导大家如何放置行李。那我们昨天就去8个人嘛，那他们就有3个人就说他们想要认领这3个活动，那我们剩下5个人，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帮忙大家怎么放行李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早上就很早就搭了巴士就去波多了。
所以我就想说，那好，那我既然要引导大家去放行李，那我当然是要选跟我的国家是一样的，就是找到我的国家嘛，对，然后帮助我国家的伙伴。既然我都要站门口了，对不对？对，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到台湾代表团要放置行李的路线，然后顺便跟大家说要放在哪里。然后因为我们是 Scout of China， 其实对这个我真的是，我那一天有打给小红团长，因为他就说他会分 nationality， 就是你的国籍。好，那我就会想说我的国籍是 Republic of China 或是 Taiwan。好，那我就想 Taiwan， 我就找 T， 我找不到 T， 那我讲 R Republic， 我找不到 R Republic of China， 然后我就慌了，我就想说那我们到底叫什么？事实上我们叫 Scout of China， 对，所以我们就是 S 开头的，但 S 开头的就是在西路线最后去的。那所有的很多国家有很多就是只有一个人来的 CMT， 他就是也是要背着他的行李，然后进去那个 arena 里面放他的行李这样子。那他本来说要做很大的海报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可是他后来就是没有，就是做一张小小的 A4， 然后粘在那个门口上面这样，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靠很多人去跟他说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要帮他分国家，从哪个路线进去这样。对，然后大家放置行李之后就不能再进出了，因为他怕说你进去就去拿别人的东西或者是怎样，所以他希望说你就把当天要带的东西就带在身上，那你行李可以放在那里，然后你去逛波多，逛完之后参加完那个闭幕式，你才拿行李出去这样。那听说就是有很多伙伴是坐火车来的，那他们需要爬一段上坡再上来这个 arena。其实我们这一次真的有点被操到，因为他们不管去哪里都希望用火车来移动，但是用火车是没问题，但是你必须要想所有的 IST 所有的罗夫们大家都有很多的行李，那你要背很重的行李再去爬那些上坡啊，然后爬上去月台上面，然后再爬下来，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好，那我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的工时真的很长，因为我们早上很早，我6点多、5点多、6点就出门了。那出门之后，到了下午1点，他还没有要放人，但是隔壁的那个英国伙伴他就跑走了，然后我跟其他的2个墨西哥伙伴，我们还是在顾门口。后来我们就去问说，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交班？因为我们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就是不用站一整天嘛。而且我们真的是从早上就一直站到下午1点多了，然后他还没不放人这样子。后来我们就去问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休息？他们才让我们去休息这样子。他就说你们不是 IST 吗？我想说 IST 要这么操吗？ IST 也不用站一整天吧，你也可以交班一下吧。对，就算去扫那个门卡也是有交班的啊。对，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在 arena 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是 Scout of China， 所以我们在 Gate C1 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到的，所以你就看到空空的 arena 就几个包包这样子。那后来是整个 arena 都是充满了包包，那他会给你2张这种像看那个演唱会的手环这样，就一张你要挂在你的行李上，一张挂在你的手上，这样子你才能依着你手上的号码去找到你的行李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你东西放进去之后你就不能再拿出来了，那有些伙伴他就开始在我们的门口那里开启他的行李箱，开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样。好，那这是大概那个我们站的门口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挡在这里，然后让其他人进去之后他就把所有东西放进去，然后再出来去逛波多这样。好，那
因为我说我们 Life and Spirituality， 我们在 River 只有早上有工作，那下午的时候我就会去到 CMT 的帐篷去介绍台湾2029在台湾这样子，然后带他们认识台湾啊。那个 CMT 他们有准备沙包，还有准备一些零食给他们吃，然后还有就是让他们写中文字，写他们的名字。然后我觉得佩文团长很厉害，他会把翻译所有的人的，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都可以翻译成中文，我觉得好厉害。对，然后把中文字让他们他写出来，然后让他们描在红包袋上面。后来我们弄到最后没有红包袋了，然后连白纸也没有了这样子。然后他们玩沙包倒是玩的还蛮开心的这样。那他们在吃那个米得，我一直看着这个伙伴，我就觉得米得好吃嘛，那也是他吃过的。然后还有他们还吃了科学面，还有那个梅子糖，还有 BB 糖这样子。对。然后这是台湾茶会的部分，就是我们也去帮忙，然后上面是小红团长在准备，他们都在准备那个台湾茶会的部分。那时候就是永金团长也有上去讲话，然后还有那个 Wilson 的主人，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葡萄牙的代表，对。然后就去那里做交接这样子，那我们就在门口帮忙，或者是帮忙送那个凤梨酥给所有的来参加的各国的CMT 们这样子。好，那我最感动的是这群小孩，这群罗浮们，因为他们要上台去表演，然后所以我们在准备台湾茶会的时候，就是有些伙伴在煮珍珠奶茶、煮珍珠啊，还有煮汤圆。然后他们几个就躲在旁边偷偷的练舞，因为他们等一下要上台去表演，我就觉得很感动，他们真的很用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介绍跟各国童军团长聊童军，因为我是童军团长，然后我就很想要知道说，那其他国家的童军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这样。好，那当然就是最先遇到就是我的 boss 嘛，就是 Pedro 他是60几岁，他跟我说他60几岁啦。然后因为 David 他是瑞士童军 ，David 就是我的伙伴。然后他就说，哦，他们瑞士童军，因为他28岁，他跟我说他28岁就太老了，因为他们说他们行役以上就是罗浮了。那行役以上，然后他就觉得他已经不能当童军，就是也不能当童军团长哦，因为他说就是28岁以上他就没有人在玩童军这件事的，所以他才会转换跑道去教独木舟，然后做义消这样。那对，然后那个 Erica 他是跟我说，他觉得其实英国人，因为英国他们很多人都是童军，然后他说他们每次出来当代表团，他们都要抽签才有机会当代表团。因为我有问他说2027波兰他会不会去，然后他说他很想去，然后2029在台湾他也很想来，但是他们那个英国太多人是童军了，那太多人要当代表团里面的人，那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被抽签，所以他希望他有被抽中，所以他才能来参加国际活动这样。对，然后这个是 Pedro 他，因为我们有互相留下那个联络方式，那时候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个缆车，那个里斯本不是之前这几周有那个缆车掉落的事件，然后我有问他，然后他就说他们还在 It's terrible， 他们还在那个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还跟我说在我们过完这个活动之后，过完1个月 ，1 month after leaving the camp, I continue to remember our team and thinking how lucky I was to have you all giving the rover a great activity。你看他还是很感激我们，就是我们带了很棒的活动，因为我觉得我们 Life and Spirituality 的伙伴大家都很尽力的想要给罗浮们一些很棒的活动这样子。好。
那这个这个团长，他是 Laura， 他是我有一次午餐的时候，我是坐在快乐 room， 因为我想说，我早上已经很忙，就是已经很累了，然后我想说我坐快乐 room 一下下，然后让我安静一下，然后他就刚好坐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了，然后他就跟我们就开始讨论说，那他们德国的童军有什么，有几个层次，然后他们童军。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觉得说童军人口在减少，那到底为什么？那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个问题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们其实也还好，但是他是带童军的，可是他们也没有专科章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想要说童军就是去考专科章这件事。然后他们的团集会也有点像，就是学校团的团集会，就是每个礼拜一次到1到2个小时这样子。那就是像有教绳结啊、方位啊，那他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露营活动这样。然后我们那天有小聊了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就是去看看各国，我们在台湾会遇到的问题，我相信在不同的国家也会遇到就是相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还蛮 enjoy 跟他们聊他们国家的童军发展活动，那他们可以分享，我们就互相分享、互相讨论这样子。好，那 Claudia 她是荷兰的团长，那因为她也是在 Life and Spirituality， 但是她后来她就跑到海滩上面去了。那她很有趣，因为我们还在 warm up 的时候我们遇到，然后后来她就被分到其他地方，我们就比较少看，我们就没有看到彼此了。可是后来她在 Slack 上面有找我说，台湾的雅婷，请你跟我联络这样，因为我有问他说他会不会来台湾，我非常的努力的宣传2029在台湾，所以他们都答应我说他们会来，然后他想要加我的联络方式，这样子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联络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分享我的每日的记录跟回馈这样。好，这是我背着我的2个大包包就上了飞机这样。那在飞机上，我们就有遇到这个澳洲的伙伴，小女生，她才18、19岁。那她说她在那个她是澳洲的伙伴这样子。那她是他们的工作伙伴哦，对。然后接下来就是遇到我们台湾的罗夫们，对。好，这里是我们进了营地之后，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台湾上面有一条黑黑的吗？大家要猜猜看，为什么我们的名牌上面台湾有一条黑黑的？小红团长本来说，哎，这个本来不能说，就是在那时候不能说，现在应该可以说了啦。大家要猜猜看，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台湾上面有一条黑黑的吗？没有想要猜吗？哈？有特殊功能吗？没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sad 的 story，因为我们是 Scout of China， 所以葡萄牙它直接就把 China 打在上面，然后 CMT 他们要先报道，然后小红团长他们就发现他们直接打 China， 然后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代表团每个人都拿到 China， 大家一定会非常的丧气，为什么我们是 China 这样？我们其实不是 China， 我们是台湾，所以他们就立马，而且他们动作很迅速哦。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做到这个，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就要赶快立马改。所以他们就立马赶快把把那个 China 盖起来，然后把台湾打上去。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疏忽这样，对。所以那一条黑黑的下面本来是 China 的，对，好，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条黑黑的故事。好，那这是我们在第一天的营地的帐篷，对，那这是有那个伙伴，他们就开始在路边跳舞。对，他们就开始就是在路边，大家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他们就开始跳起他们的舞蹈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也很有趣，因为大家每个童军团他们童军带的不同的活动，
就是 enjoy yourself。对，那这里是我们就去外面走走，然后这是他们的邮票，然后我就拿来拍照这样子。那因为有些伙伴他要寄明信片跟寄一些东西这样，然后这是他们的 welcome center， 他们就是在那个地铁前面，因为我们下飞机之后我们要坐地铁搭巴士才能到主营地，所以他们有那个 welcome center 告诉你说你等一下要去哪里坐巴士，然后坐到哪一站这样子。对，好，这是所有的台湾代表团的伙伴们，这我们到那个营地的时候拍的照片。那这是在营地上所有的伙伴都来了，就是满满的帐篷这样。对，你就可以看到从那边望过来都是满满的帐篷。对，然后这是日出。那这是开幕典礼的时候，我们代表团大家又集合在一起拍那个代表团的照片。那其实看到国旗漂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这样。好，那到那一个开幕完之后，那个罗浮们他们就去走他们的 pass 了，他们就去旅行了，他们就去不同的 pass 去做旅行。那我们 IST 呢就要扛着我们的大包小包，又再把我们的帐篷收回来，然后就去坐火车。对，那个真的是非常逼人，因为我们要爬上月台，然后又下月台，然后把所有的行李就塞进去火车上面，然后有一台火车还没有冷气这样，然后又在那边等很久。那有些其他国家的伙伴他就直接睡在那个走道上了，因为他已经累瘫了这样。然后我们花了大概4-5个小时吧才到主营地。那看到主营地的门口大家都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已经也是走了一段距离才到主营地这样子。那找到主营地之后就找到我们搭帐篷的地方。那这是树林里面，我很喜欢在树林里面搭帐篷，就是感觉就是很 peace。因为我觉得这次选在树林里面，其实在台湾选走马赖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要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些人是日夜颠倒的，他是去顾门口的。因为我每次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是有人在睡觉的状态，所以在树林里面就是它不会很热，就算中午的时候也是有人睡觉，然后就算下午的时候也是有人睡觉这样子，但它就是不会很热，还可以在就是中午的时候可以睡觉这样。好，这是我们每天吃的早餐，都是一模一样的。雅婷，我可以拍个照，那个，想问一下，因为我看你还有10几，还有一些，对呀，我们就不要今天急着讲完好吗？我觉得你应该还蛮多内容的，对，我想不然今天我们大家会搞得太晚了，会搞很晚，对啊，我们今天就适当就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留给我下一次再另外拍，然后我们把时间日期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好哦，那没问题。OK，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一个合影一下，好吧？好哦，谢谢哦。好，看一下。好，各位，那就麻烦各位，就是方便的话，就把你们的镜头打开。我看一下，等一下。为什么？看不到你。不是。因为我现在为什么我都取消不了你的那个固定的部分？我看一下，我取消啦，我的没有在正中间了。是因为你现在看到你的是在什么地方？在角落。你是在角落？好，稍等我一下哦，我这边要调整一下模式。好，有了，好了 ，OK， 好，各位，方便的人就把镜头打开吧。都在吗？都准备好了吗？准备要拍照喽 ，OK， 好哦。等我一下下哈，好开心看到大家。好，3、2、1，好，应该这样都有了，对不对？好，太好了，那我们谢谢大家。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
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